醒醒，快醒醒，快走，快走！这边着火了！袁司长来了，是不是好奇怎么我也在这儿？立功近来颇得圣心，圣上重视军饷案，让立功前来协同办案，不足为奇。谁有那么大能耐，连军饷都敢动？我看是家贼难防，有人监守自盗，不如先把押送军饷的人用刑招待一番。立功刀尖对内的功夫，向来是一流的。我还有个功夫，就是鼻子灵。谁身上有问题，我一准能闻出来。那你来闻闻我。有酒香、檀香、薄荷香，却没有女人香。你就是押运官？是。军饷失踪之前发生过什么可疑的事情没有？一路过来，倒没什么可疑的，啊，只是在途经通泉县时，听到县里的小孩都在传唱一首童谣。什么童谣？月路行，多冤魂，遇事遇百鬼，迷雾葬此生，夜问此中客，无人愿点灯。通泉县。这个地方听起来有点耳熟啊。通泉县，此地离圣都并不算远。10几年前，就是在此地发生了惨绝人寰的御史案，主犯正是当年的监察御史于谦。经查，前监察御史于谦贪赃枉法，纵火杀人，物证俱全，杀了他，罪大恶极。今判于谦及家眷共37口，斩刑。行刑。那个于谦可谓是臭名远扬啊！他为了抹除奸淫民女的罪证，杀了不少人灭口。我们也从童谣想到了御史案，就找当地人来问，他们都说，那于谦被满门抄斩后就成了恶鬼，驱使被他烧死的女子冤魂，飘荡在山间害人。巧了，军饷途经此处，此处便闹鬼。依我看，怕是有人想借御史案来故弄玄虚。这军饷消失跟鬼怪之说又有什么关系？我们亥时行至此地，山中忽然起了大雾。速度快点！这雾怎么越来越大了？不会真的跟那童谣说的一样吧？不要相信那些无稽之谈，都给我打起精神来，继续走！把火把举起来！我不知怎么回事就晕倒了。我们醒来的时候，军饷连头押运车都不见了。这还真是鬼呀！再提鬼字，我割了你的舌头！押运队在亥时昏迷，寅时左右醒来，这中间不过几个时辰，所以贼人肯定还来不及抹去痕迹。顺着车辙往前搜。
好，好，好，把船固定好。哎，小心轻放啊！哎，给我，小心点啊！慢点，慢点啊！往里放啊！胡叔，这些东西一定要藏好了，多派2个人守着。弯道的入口，一定要找东西给遮掩着。你放心吧，我都打好招呼了。少长，你要知道这件事有多么可怕，不只是对你，对所有人。危险越大，机会就越大。我也是为了咱们芒沟人。你阿爷是我最好的弟兄，我也把你当做我自己亲生儿子一样看待。从小到大，我敬你，重你，但这件事情，我铁了心了。你就听我一句劝嘛，过2日把他们都交上去，对你来说便是大功一件啊！其他的，赶快收手。哎，慢点啊！少长啊，刚才话说重了，你已经做得够好了，没必要这样逼自己啊。我记得小时候，大概8、9岁吧，我太饿了，我只不过是吃了关爷掉在地上的肉末，那人就要将我送进监狱里。后来我才知道，贱民命贱如草。我阿爷当街给人磕头，一个接着一个，磕得头破血流了，那人才同意放过。再后来，他为了让我和大哥不再是千金，去参加了龙门赛比武。阿娘身体本就不好，阿爷死后她重病一场，也走了。芒沟的百姓活着的时候，像烂泥一样被对待，死了没人再看一眼，往尸体堆里一扔，分不出谁是谁，就像垃圾一样被烧掉。空气里焚烧尸体的味道，到今天我都忘不了。这些年来，我学到了很多道理。不论我怎么爬，我在世俗的眼中，只能是人人践踏的老鼠。如果我不想让人用刀架在我的脖子上，就要先将他们踩进脚底的淤泥里。我一定要让他们知道，我们这些老鼠是如何让他们脚下的大地颤动的。顾寿，我一定会让这里的人都过上好日子，家家户户皆可安寝，一生无虞。若不是来到这里，根本想不到圣都还有如此破败的地方。你现在看到那么多木屋，还都是4省找人盖的。我们小时候很多人连木屋都没得住，就只能挤在马厩里睡。青壮的把位置留给小孩和老人，有块遮身的布就不错了。难怪会有芒沟人去打龙门赛。你看过龙门赛？没有，
听说过。胡生，战后神志受损，受惊后嚎叫、抽搐，一生幻想，将周围人视作敌军，有伤人倾向。今日大街上盲沟人突然发狂，肯定是被你下了咒。人有生老病死，天有不测风云。按你这么说，是不是走路摔个跟头都要赖我头上？你去！我就问你一句话，你到底搬不搬走？你要是不搬，我就烧了这一馆。烧了这一馆！你不妨试试。胡说，太吓人了！我倒数3声，你们所做过的噩梦，都会应验在自己的身上。3、2。巫女要下咒了，大家快跑！早就听说圣都有个巫女能窥梦医人，跟她闲聊几句，病就能治好。医者本就源于巫师，不过像他这种人，用巫术这种伎俩骗百姓的救命钱，哪天就是被烧死了，那也是活该。龙门赛取逾越龙门之意。参赛的盲沟贱民都是些天生贱种，比起无来不惜命，只管以武取悦诸位贵人，不论死生。比试者各代表红白双方，胜者及其子女可摆脱贱疾，分得田地，重获新生。下面有请2位盲沟双生兄弟一决高下。比试开始！正宫面色不佳，可是那夜不能寐的怪病还没医好。无妨，坊间都在议论，官拜右相的傅生君做了个梦就被赐死，实在亘古未有啊。只因做梦，他梦见的可是叛贼李克登上圣上上朝的战鹿殿。此时做这种梦，是狂中狂，忌中忌。哦，下官明白了，这圣上此举，意在杀鸡儆猴。多谢杜公体贴。圣上下令筹措的库储军饷，征收的如何了？此次军饷共征得8万5千两，还有不到4日，便可运到圣都。下官报上去8万两。你行事小心些，别留下什么把柄。下官明白。行了，左补学郑远近来身体如何？听说他患了一种夜不能寐的怪病，看了好些医师也未见好转。我压白的，我也压白的。眼下最紧要的还是军饷的事。户部已经将账目上报给朝廷了，都粮差人唤我过去。是到了该摊牌的时候了。没有了盲沟贱民，还是双生兄弟打得有看头，没打死啊，可惜了。大家好！
法过生，就此脱离剑劫，还得天地。叶新一，我是正补阙府上的侍女。叶新一，正补阙邀你到府上做客。今日不问诊，改日再来吧。叶新一，正补阙邀你到府上做客。叶新一，正补阙邀你到他府上去。你怎么？哟，原来你这只鹦鹉除了说那几个字，还会说别的呀？都这个时辰了，还要去府上，这价钱嘛……进来。郎主，叶新一到了。你要的酒已经备好。正宫有几日未能入眠了？半月，一闭眼就醒来。为此，我寻遍圣都名医，却都无人能治。听闻你的医术非常特别，如能将我治好，必有重赏。替我把脉吧。我医病，不观色，不问症，不切脉，只窥梦而已。你看着我手中的铃铛，每听到一声响，心中便默念一个空字。若没我带你进京，你个小小的师爷怎么能坐到总捕阙的位置上？是不是手里有我什么把柄？督公饶命啊！啊！叶心怡，你的医术果然见效，只是你说你能窥梦，不知能否看到我的梦啊？是能看到一些，那梦中有可怖的人影，症结在于恐惧。你在怕什么？你可能看到人影的容貌？看不清楚，只知道是名女子。若是你能告诉我跟她相关的事情，或许对于你的病症，快说，你还能看到什么？还能看到一张信纸。信纸写了什么？梦境杂乱无序，画面一闪而过，什么都看不清楚。正宫的病还需久医，现在天色已晚，马上就要宵禁了，偏安改日再来给正宫诊治。罢了，
今夜之事，不要让其他人知晓。你这万国香不愧是圣都第一酒坊，再满上。杜郎中，可否借一步说话？我想跟杜郎中做笔交易。交易？杜郎中祖上是高官，恩印入仕，做了个县尉，后经提携入了圣都，一路高升至户部郎中。他齐君山有幸拜你做了他的义父，可他赌坊的收入，却只愿分你2成，这岂不可惜？对我了解不少啊。我要是能拿到一台赌坊，我愿意给你4成，并且将收入的账目一并奉上。真是听君一席话，如听屁话。前户部郎中梁俊之出身寒门，妄想与琅琊王氏相争，现在骨灰埋在哪儿无人知道。他出身寒门，你连寒门都不是。盲沟的臭水熏昏了你的头，以为在战场上拿了几个人头就能在这不见刀光的正场上谈生意？你喝完这杯酒，马上从我的眼前消失。郑公为何派人追杀我？这名字有些耳熟，就是那个巫女。你对此案有何看法？但说无妨。昨夜郑补缺秘密请叶平安去府上看病，害症时，管家听见报更后，去看郑公是否歇下。
正中间叶平安持刀行凶，案情简单，但我觉得有疑点。哦，什么疑点？一是匿名报案未免太及时，捉拿太过顺利了；二是叶平安手中短刀并无血迹，且与郑补缺的伤口并不吻合；三是叶平安无论出于什么样的动机行凶，为何要选择有人知道他去看病的日子？这不是增加自己的嫌疑吗？醒醒！哎，醒醒！谁？你们是来审问我的官？犯了死罪还能睡得着？不愧是江湖行骗的庸医。不是，啊，这些混账！我没有骗人，我是被人追杀才跑到郑不缺府上。我见到他时，他已经死了。这肯定是一个圈套，有人故意嫁祸给我，让我做替罪羊。有理有据。这么说，你是被人陷害？这里面定有阴谋。好，那你不如将昨夜经历的一字不差的全部写下来，如何？好。这是认罪书？你刚刚明明说……我说什么了？我不过是顺着你的狡辩，继续往下编了编，别耽误时间了。签了，快签了，别耽误我们办其他案子。等了半天，等来了一个狗官，倒是劳烦你这位大理寺丞兴师动众来这豫州，假惺惺的审问一番啊。你知道我是谁？有人说你袁嗣成独善其身，从不拉帮结派；又有人说你为人残忍，手段狠辣。你出身芒沟，本无机会出人头地，可后来却凭借着战功当了个小官，后又拼命争功得到提拔，这才有了现在这副狗官模样。你文宇。好啊，生的一副伶牙俐齿，不过也是鱼肉一条。这个认罪书你签与不签没有区别，有人会替你完成的。是吗？行，人是我杀的，知道我怎么杀他的吗？我盯着他的眼睛，施展我的巫术，让他自己抹了自己的脖子，就像现在我盯着你这样。巫术也好，骗术也罢，你觉得我会在乎吗？你在我眼里已经是个死人了。我听说那个杀了朝廷命官的人，就是这个巫女叶平安呐。有说怎么杀的吗？说是他给人下了咒。哎，快来，哪听到了？可不是下咒这么简单，是梦。那个巫女啊，会引人入眠，窥人梦境。听说那个巫女可以钻进你的脑袋，一旦你做梦，她就会在你的梦里变成鬼。那郑不缺就是这么活生生被吓死的。蹲近些。负贼之梦方毕，朕又听闻一梦。臣亦有耳闻，不知与陛下所说是否是同一件？你且说来听听。坊间传有一医女
能窥人梦境，替人医病，这窥梦究竟是怎么窥的？臣如何也想不明白。说下去，这医女胆大包天，竟敢谋害忠君为国的郑补阙，定有人恨不得将她速速定罪。忠君，梁平王李琦生辰时，这个郑源也在宾客之列。他忠的是哪位君呢？你去打声招呼，让大理寺携那女犯到占禄殿，朕要亲自审问。是。没想到袁思成和我这个死人又见面了。思成小时候有没有被烫出过水泡？疼的时候像火烧一样。参见陛下。听闻他能入梦杀人，可有此事？此女靠骗术行医，所谓入梦一说，不过是百姓受到了蒙骗，以讹传讹罢了。正宫一案，此女是用短刀行刺，现如今人证物证俱全，她抵赖不得。陛下，袁思成所言绝非事实。民女虽不能入梦，却能窥梦。民女看到梦中令郑补阙恐惧之人，此人才是凶手。若陛下给民女一个机会，民女可找到此凶手，并查出他杀害郑补阙的证据，以还民女一个清白。陛下，此女一派胡言，她口中的窥梦，无非是信口雌黄。请陛下准许，借民女最不相信窥梦之术的袁思成一用。元清，你就配合一下。是。陛下，民女每次窥梦时都得来口酒。听闻陛下喜爱美酒，可否斗胆向陛下讨要一杯？赐酒。袁思成心智坚韧，但当我提到不要想到火，你脑海中是不是依然会有火焰浮现？袁思成何时最惬意？让我猜猜。回到自己最熟悉的环境，四周寂静，你会独自躺在河道上的一条小船上，头枕双臂，此时你便拥有了片刻的安宁。小心烫！少神，阿爷，小心！说说吧，刚才元清为何有那种举动？你看到了他什么心思？回陛下，是恨。民女看到了浓烈的恨意。对谁的恨？
袁思成的恨来自袁思成刚刚伸出手，是看到了记忆中自己心仪的女子。他张开双臂欲抱时，突然冲出2个孩童，口喊阿耶。袁思成方知此女已嫁作他人妇，难怪袁思成如今如此冷酷无情。这么大岁数了，也还未娶妻，倒也在情理之中了。元清啊，他说的可是实情？回陛下，叶平安所言，确实是臣的难言之隐。看来，你确实有辨识人心的本事。若留你性命，让你替他人猜了朕的心思，朕岂不是养庸遗患？然上苍有好生之德，朕倒要看看你能不能先救得下你自己。朕给你1日，明日宵禁前找出真相可活，找不出依旧是死。1日？是，民女一定不负圣恩。退下。是。陛下，此女窥梦之术虽不似传闻中那般神乎其神，但也确实令人惊叹。哈，哪有什么窥梦之术呀？此女机敏且胆识过人，也许是可用之才，能不能活，就看她自己了。腿软，扶一下。你刚在店里编故事的时候，不还挺巧舌如簧的吗？什么冷酷无情，什么至今未婚。我不过是贪生怕死，想活命而已。袁思成心胸宽广，不会跟我计较这个吧？你如何得知我曾经被火灼伤过？你让我签认罪书时，我看到你手上的疤痕。你方才入殿之前就跟我提及手上水泡的事情，你就是那个时候开始用巫术蛊惑我的。我说了，你心智坚韧，寻常的法子没有办法引你入眠。你这巫术哪儿学的？若这也算巫术，那巫术便无处不在。你衣领上的绣纹穿着并不舒服，可你为何还要穿它？因为你认为它更能彰显身份。毕竟达官显贵们的衣服上都有绣纹，你要融入他们，自然要这样。这也是种巫术，不是吗？大理寺虽然已经勘察过案发之地，但我还是想亲自去一趟。1日很紧，不如我们马上。明日要死的是你，又不是我，我为什么要费心思？正渊府外可都是你大理寺的人，没你我压根进不去啊。若你不跟我一起，那我只好时刻跟着你，看看你去哪儿都见了哪些人。毕竟若我明日注定一死，我可是什么话都敢跟圣上说的。袁思成也不想被我拉下水吧？行了，再啰嗦我就扔下你一个人去。